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如今的生活中，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越来越多，留守儿童是生活所逼，无可奈何；孤寡老人是道德薄弱所致，是可以改善的。只不过，如今越来越多的子女缺乏孝道，不懂得感恩父母、孝顺父母，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自己抚养成人，有能力、有出息以后就抛弃了父母，导致年迈的父母成为孤寡老人，晚年生活甚是孤寂。那么晚年孤寡的人的面相如何呢？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。一、下三白眼。面相下三白眼的人是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不可一世的态度，他们唯我独尊的想法，导致他们与丈夫、与子女的关系很差，再加上他们生性凉薄，亲情观念薄弱，所以无法获得幸福的婚姻、美满的家庭，生活过得很是孤苦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或许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维系生活，让自己不那么悲凉，但一到了年迈之际，步入晚年，丧失了赚钱的能力，不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，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，没有伴侣陪伴，没有子女孝顺，日子则会过得非常凄凉。由此可见，下三白眼也是晚年孤寂的面相特征之一啊。二、两腮消瘦。两腮消瘦，尖削，会形成一个倒三角形的脸型。倒三角形脸型面相之人，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、虚荣心重的人。这样的人在婚姻中很少会顾及到自己丈夫、子女的感受，他们目中无人的性格，随意践踏人的自尊，早已让丈夫、子女对自己怀恨在心，怨言诸多。可见两腮消瘦面相的女人，婚姻家庭都不幸福，到了晚年自然是要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，无子女照顾的。另外，两腮的面相乃是我们下庭的部位，与我们的晚年的运势、凶吉密切相关，而两腮消瘦主晚年运势不佳，因此如此面相之人，晚年必定孤寂悲惨。三、泪堂有杂纹。泪堂指的是下眼睑处，在相学中也称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感情运势。如果泪堂处杂纹较多的话，感情生活会变得非常的不顺利，财运和事业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，而且此处杂纹较多的话，也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能力和健康运势。子女运不佳，与子女的缘分比较浅，也容易与子女发生矛盾，一生为子女操劳不断。但是到年老时，子女大多不在身边，生活孤苦无依。四、山根尖细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，属于鼻梁顶端与印堂的交界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瘦削、山根尖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的孤僻，不太喜欢与人交流，交际能力比较差，朋友也比较少。而且山根象征着一个人的祖业和福音，山根太细的人缺乏主见，做事缺乏气势和坚持，事业方面不太理想，因为不善于沟通，婚姻生活也很难和谐，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不太好，恐有分离的危险。老年时身边缺少亲人陪伴，晚年生活孤独。人中短浅有恶痣。人中位于嘴巴和鼻子之间，是面部任脉和督脉交汇之所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性、健康和子女运。在传统的面相学中，人中的形态和特征被认为与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息息相关。如果一个人的人中短浅或是长有恶痣，这种情况往往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。首先，人中短浅的人被认为脾气不稳定，性情喜怒无常，常常容易对身边的人发火。这种人通常缺乏耐性，容易因为小事而暴躁发怒，对他人缺乏宽容和理解。他们往往在生活中喜欢斤斤计较，凡事喜欢与人争执。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很难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。其次，长有恶痣的人中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。在面相学中，恶痣通常被视为不良运势的象征。长有恶痣的人中不仅影响美观，更被认为是性格上存在缺陷的表现。这种人一般为人小气，缺乏大度和慷慨之心，不注重孝道，对老人缺乏尊重，甚至可能恶语相向，伤害他人的感情。这种人不仅在家庭中难以得到和谐的关系，在社会中也常常孤立无援。最后，人中短浅或常有恶痣的人，通常健康状况不佳，容易患各种疾病。由于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心态，这种人往往在年轻时就遭受疾病的困扰，晚年生活更是孤独凄凉。他们缺乏与家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，晚年生活孤独无依，生活质量也相对较差。六、喉结凸起吹火嘴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薄厚和为人处事的态度。
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向前撅起，明显就像吹火一样的话，这种嘴型在相学中称为吹火口。长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如果喉结也比较突出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固执和自我，话特别的多，而且说话口无遮拦，不注意场合，为人也特别的八卦，喜欢在背后一人说人长短和是非，挑拨他人的关系，因此人缘特别的差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遇到困难时，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，晚年缺少照顾和关心，生活孤独凄惨。7. 腹喘口。腹喘口指的是嘴角下垂，看上去就像船翻过来一样。这种人一般性格内向，不太喜欢说话，但是心胸狭窄，凡事喜欢与人计较，而且个性也比较的倔强，决定的事情就会去做，丝毫不在乎别人的劝阻和感受，嫉妒心也特别的强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。遇到困难喜欢逃避和退缩，出了问题喜欢推卸责任，特别的难相处，怨气很重，特别的喜欢抱怨，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晚年容易孤单一人。8. 唇形歪斜不正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善于花言巧语，口才特别的好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诚信，脾气也非常的暴躁，特别的喜欢管闲事，也特别的喜欢强词夺理，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，挑拨是非，为典型的小人之相，所以身边的人慢慢会远离他们。晚年时身边也没有人陪伴，生活孤苦而贫穷。9. 下巴短小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，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但是却非常的神经质，整个人非常的敏感，做事也没有长性，考虑问题非常的现实，缺少人情味，总是喜欢指责别人的错误，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家庭责任感非常的差，内心不安稳，总想往外跑，不喜欢在家待，家庭运和子女运比较差，晚年孤独寂寞贫困。10. 鼻梁瘦削无肉。此类面相的男人个性比较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说。32至34岁时感情运极弱，极容易因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。中年大多孤苦伶仃，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，口直心快，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在34至36岁，他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，容易因此而离异，且晚年的子女缘浅。11. 脸上杂毛多。此类面相的男人缺乏诚信，喜欢吹嘘，虚荣心强，心胸狭窄，十分记仇，身边朋友寥寥无几，且大多会选择远离他们，事业难有贵人。在40至43岁间，虽然事业运不俗，但易因与另一半纠纷而导致事业出现危机，感情也易因此崩溃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口德差，性格强势，从不考虑他人利益，婚前易因过于自私自利而不断伤及另一半，婚后则易因过度贪婪钱财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，最终难逃离异结局。中年会较为孤独，老年老无所依。12. 鹰钩鼻。这类面相的男人是典型是事业能手，为人有城府，且善于谋划，事业方面大多能获得不俗的成就，但极不利婚姻。在30至34岁间，易因经受不住诱惑而出轨，且有二婚的倾向。48至52岁期间，易因遗产或是其他经济纠纷而与另一半或子女发生矛盾，最终导致自己被冷落，晚年难有依靠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自私，通常会以怨报德，婚后易因另一半无法满足自己某些无理的要求而责怪对方，最终易造成感情畸形。在40至44岁期间极易离异，晚年生活孤独。13. 嘴唇厚且牙缝大。有此面相特征的男人为人做事缺乏规划，喜欢幻想且执行能力弱，在爱情中喜欢逃避，并且对另一半漠不关心，婚后易出现同床异梦，老来亦无妻女陪伴。此面相的女人注重物质与肉欲，无法忍受单调的生活，婚后易因不甘平淡而奔波事业，忽略家庭，易因此而导致与家人关系不和，老年即便富贵也孤独难免。上述我说的便是孤寡命的面相。这几种面相的人是会变成一个很孤单之人，他们生活中就只会思考到自己的感觉，即便是结婚了也会这样，他们是不看重情感的，和老婆的共处是不好的，和儿女的情感也很不好，因此到了晚年是不可以寻找到依赖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